陈兆忠有些疑惑，但还是非常礼貌地说道：刘先生，您真没必要弥补我什么，我从始至终也没怪过您，您能放我一马，让我回来跟家人团聚，我已经非常非常知足了。刘家辉转过身，冲着一旁的方嘉欣伸了伸手。方嘉欣赶忙从自己爱马仕的手提袋里掏出一个档案袋来，递到了刘家辉的手上。刘家辉拿着档案袋，一脸谄媚地对陈兆忠说道：阿忠啊，这是我隔壁霍家那套别墅的产权资料，我下午的时候已经把这套物业买了下来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套物业就是你的了，算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陈兆忠一脸错愕地看着刘家辉，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完全没有这么做的理由。首先是刘家辉不太可能想要补偿自己，其次是就算刘家辉真的想补偿自己，也完全没必要把他自家隔壁的别墅买下来送给自己。陈兆忠心里很清楚，刘家辉这次虽然因为叶晨的缘故不敢再对自己怎么样，但他心里肯定依旧恨自己入骨。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主动送自家隔壁的别墅？所以这件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叶晨了。想到叶晨的行事风格就是杀人诛心，于是陈兆忠便认定这件事一定是叶晨所为。而刘家辉不敢忤逆叶晨的意思，所以只能照做。想到这，陈兆忠第一个念头是婉拒，但紧接着他又想，既然叶晨这么安排，自己最好还是不要拒绝，毕竟自己将来也希望能为叶晨效犬马之劳。当年自己一心想为他父亲效力，只可惜叶长英走得太早，以至于自己欠他的那份情一直没有机会偿还。而现在自己又欠了叶晨一份恩情，所以若是能为叶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对他而言也算是了去了自己的一桩心愿。刘家辉不知道陈兆忠在想什么，还以为陈兆忠半天不说话是对这套别墅不感兴趣，于是连忙对方嘉欣使了个眼色。方嘉欣虽然心中尴尬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对陈兆忠说道：阿忠，这也是家辉的一番心意，而且伯母现在身体也不太好，为何不让他有个更好的地方暗度晚年？刘家辉也赶紧嘿嘿笑道：阿忠，嘉欣说的对呀，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伯母考虑，只要你收下这套别墅，以后别墅的水电物业还有佣人司机全都由我来负责。伯母的身体要是不舒服，随时去港岛最好的医院，所有费用算我头上。老太太此刻心中有些担忧，她生怕儿子为了自己收下了刘家辉的房子。正所谓拿人手软，虽说她不知道刘家辉为什么主动上门送上大礼，但总觉得此人定然没安好心。于是她看着陈兆忠连忙说道：阿忠，你也不用太担心妈，妈现在感觉再活个10年8年不是问题。陈兆忠知道妈妈是不想让自己为这套房子折腰，不过他是个聪明人，这种事情他不会记刘家辉的人情。于是他便直接问刘家辉：刘先生，这应该是叶少爷的意思吧？刘家辉尴尬地笑了笑，连忙说道：虽说是叶少爷提出来的，但他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啊，不谋而合。陈兆忠微微笑道：如此说来，这套房子我要是不收，刘先生在叶少爷那里怕是也不好交代吧。刘家辉看着陈兆忠，一边摇头一边咂嘴道：哎呀，阿忠，还得是你呀。刘家辉也不是个蠢人，他太知道陈兆忠这番话的意思。原本自己是想拿这房子换个人情，毕竟也是好几个亿的东西，换成钢镚丢进大海，海平面多少也得抬高一点，总不能丢在陈兆忠这里连个响都没有。可是陈兆忠还是聪明，
一眼就看出其中缘由，然后一句话就把这事情的性质变了。现在陈兆忠要是收了这套别墅，那可不是陈兆忠欠他人情，而是他要欠陈兆忠人情。因为陈兆忠话里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就算是收了这套别墅，那也是帮他刘家辉一个忙而已。否则的话，他刘家辉不好跟叶晨交差，那麻烦就大了。刘家辉也服了，他知道这本身就是个赔本买卖，索性赔到底算了。于是他便叹了口气，对陈兆忠说道：阿忠，你就当是帮我个忙，把这别墅收了，明日方便的话，我给你大办一场乔迁仪式，等你们一家人安顿下来，我就该去燕京了。陈兆忠微微点了点头，他也只点到即止，于是便拱手对刘家辉说道：既然这样，那就谢谢刘先生一番好意了。陈兆忠的忽然道谢，让刘家辉心里竟有了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。这一刻，他感叹一声，拍了拍陈兆忠的肩膀，由衷的开口道：阿忠，我找大师算过了，明日9点58就是吉时，我提前带车过来接你们，9点58准时进家门。陈兆忠抱了抱拳，那就辛苦刘先生安排了。刘家辉感觉舒坦了许多，脸上的笑容也不像一开始那样带着几分谄媚，而是多了几分豁达。方嘉欣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不仅如此，他的内心深处还有几分按捺不住的激动与开心。当年决定从美国不辞而别，他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如今见到昔日爱人终于能够一家团圆，他心里也十分欣慰。原本他既担心陈兆忠的安危，又担心陈兆忠回来会揭开刘家辉的伤疤，以至于自己与刘家辉之间的隔膜变得更重。可他没想到叶晨的出现却让事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眼下不但陈兆忠的麻烦得到了妥善的解决，就连刘家辉对自己的态度都有了很大的转变。若是自己趁热打铁，好好陪着刘家辉到燕京叶灵山待满3个月，届时刘家辉或许会真正把自己当成他的另一半。似乎整件事情拖了20年才终于画上句号，自己却意外成了最大的赢家。刘家辉任务完成，整个人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得以放松。此刻的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，对陈兆忠说道：阿忠，这么晚就不打扰你和家人团聚了，明天早上我会亲自过来。陈兆忠点了点头，将刘家辉与方嘉欣送到门口。送走了2人，陈兆忠回到家中，弟弟妹妹看得出都非常激动，唯独老母亲有些忧心忡忡。陈兆忠走上前去，笑着说道：妈，你不用愁眉苦脸了，今日的事都是叶少爷安排，我们只需遵照叶少爷的意思行事，其他的您都不用管。老太太听到这话，紧张的心情稍稍缓和些许，开口道：我是担心刘家辉这人笑里藏刀，万一将来他还想对你不利，妈怕你有危险。陈兆忠笑着安慰道：妈，叶少爷雄才大略，实力更是深不可测，刘家辉绝不会再动任何歪心思。说着，陈兆忠问他：您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带着方嘉欣远赴美国吗？老太太下意识道：还不是刘家辉对外放出话去，要对你赶尽杀绝。陈兆忠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叶少爷若是也对外放话要他的命，他跑得肯定比我还要快，他与叶少爷之间的差距，甚至比我当年与他的差距还要大得多。